裴思年，今日是你我的订婚宴，你若是踏出这房门一步，你我二人便再无可能。秦世宇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宁妃都变成什么样子，你还想着你订婚宴？我自私自利。混账东西！委屈了。老太爷，身体要紧，别息怒。管家，把老太爷送去休息。是。 내 가슴이 설렌다 이 기분 좋은 느낌 은은하게 裴玉琛，我记得秦裴两家的婚约是儿时长辈们定的。是。那么，只要是裴家的人，便可以履行约定，没错吧？理论上是的。那么，你愿意娶我吗？秦时雨，婚姻不是儿戏，更不是用来报复的工具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向你求婚，是以我秦世宇的身份，不是谁的未婚妻，不是替代品。你答应吗？怎么了？是后悔了吗？没有。是吗？你现在还觉得我后悔了吗？裴先生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夫妻之间接吻很正常吧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你去哪？书房，还有些工作没处理完。上班，早餐在桌上，记得吃。慢点，小心门槛。知道了，思年哥哥，你家的门槛真高。秦时雨，你怎么会在我家？现在这里也是我。你家？秦时雨，你还没睡醒吗？就算昨天的订婚宴没出现意外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裴家的主宅还轮不到你说是你家，更别提现在了。你以什么身份站在这里？昨天被我丢掉的准未婚妻吗？还是……思年哥哥，别这么说，诗雨他只是一时糊涂。诗雨，我知道昨天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你心里不好受，但是你现在就住进裴家来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呀？传出去，别人是会说闲话的。更何况昨天订婚毕竟也没成啊，你现在这样，秦家的脸面，我就是替你担心啊。合适，闲话。你以个现在什么的身份呢？一个在婚礼上突发重病，被准新郎抱走离场，然后第二天一大早登堂入室，挽着人家的胳膊喊哥哥的人，在这跟我谈合适和闲话。你的脸皮是不是和你的演技一起去进修过？诗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昨天是真的不舒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秦时雨，向宁妃道歉。你看看你，
现在什么样子？见算刻薄，不可理喻。思年哥哥，别这么说。既然诗雨不喜欢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因为我伤了和气。走，该走的是他。秦诗雨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从我家滚出去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滚出去！怎么，没听清？要我再说一遍吗？你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等你什么时候真正名正言顺嫁给我裴思年之后，你才有资格、有脸面踏进这裴家的大门。这一巴掌是打醒了，也教教你们二位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脸面。秦诗雨，竟敢打我！打你又能怎样？满嘴喷粪，目无尊容，连基本的礼仪、廉耻和边界都没有。今天我就替你哥哥教教你怎么说话，怎么做人。秦诗雨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疯了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从我家滚出去！是你们自己滚呢，还是我送你？思年哥哥，思年哥哥，我们快走！他就是个疯子，他真的疯了！秦诗雨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我们没完。走，我们走。今天心情不错。早上那些事你都知道了？林嫂跟我说了，没事儿。我这弟弟啊，该收拾就要收拾，不用跟他们客气。你做的呢也不算过火，不过以后啊，不用跟他们那么多废话，知道吗？这条项链呢，是我们裴家传给每一代女主人的项链。下周我会在家里举办一场宴会，正式向所有人宣布，你秦诗雨是我裴玉琛的夫人。诗雨，我在。临时的跨国视频会议，对方总裁时差问题需要延长。我大概会比原计划晚40分钟回来。我已经通知宾客们都晚些到了，不过我弟弟他们可能会先过去。没关系，你先忙工作，这边我能应付。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或者找管家。好，我知道。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待会儿见。哎，思年，你哥裴先生什么时候不声不响给我们找了个大嫂？之前可是一点风声都没有呢。我这个好哥哥从小就像兵一样，对谁呀看都像欠钱似的，对他弟弟我呀也没有什么好脸色。老光棍一个，也不知道抽什么风，突然就订婚了。也许是家里老头逼的，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摆设而已。也是呢，裴先生给人的感觉好难接近，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能受得了他。还是你思年温柔体贴。秦诗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允许你出现的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？这场宴会的主角是我和我的先生裴玉琛。身为主角，自然要出席了。秦诗雨，你别大言不惭了。你说谁是先生？我哥。那天订婚宴上，我们两个仪式根本没有完成，大家都看到了。你现在跟我裴家还有我哥搭不上半毛钱关系，你不过是没人要的一个可怜虫罢了。在这里冒充主角，你真是可笑。诗雨，我们都知道你一定是因为那天婚礼没成被气糊涂了，但是你也不能因此就在这里说胡话做傻事呀。裴先生是什么身份？他的婚事怎么可能是儿戏呢？快下来吧。
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让人家看笑话了。看来那天二位离场的太匆忙，后面精彩的剧情是一点儿也没赶上。怎么，你当真是不知道那天你抱着这位重病的何小姐走后，订婚宴上发生了什么吗？那天你走后，你的哥哥裴玉琛亲口答应了我的求婚。不可能！你胡说，我哥怎么会？这条项链你认得吧？这是裴家历代女主人的象征，现在就戴在我的脖子上，你的嫂子秦诗雨的脖子上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难道你真的是我哥娶的？思年，你冷静点，别被他骗了。诗雨，我们这么多年的闺蜜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一定是因为订婚没成，所以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，被刺激的糊涂了吧？思年，你想想啊，你哥可是裴氏集团的掌门人，眼高于顶，怎么能看得上他？还答应了他的求婚，真是天方夜谭。说不定是他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，甚至他根本就是在撒谎。没错，我哥怎么可能会娶你？这条项链一定是你偷来的，或者是用了卑鄙手段在我那里骗来的，再或者，秦诗雨，你该不会是为了撑气场，在小路摊或者是拼夕上买的9块9货楼的假货吧？穿着假货来冒充女主人，你真是疯了！不要苦救！想跑？被我说中了是吧？裴思年，你放开我！把假货摘了，我看你怎么装！你知不知道你摔碎的是什么？裴家的传家宝，你哥亲自给我的信，就这么被你摔碎了。大叔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去。是，先生。就这样把它摔碎了。你活该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带假货来撑面子，这项链怎么可能会碎？秦书雨，这都你的错。是啊，舒雨，你未免也太不小心了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思年他只是想看看而已，你明知道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还这么不小心把它摔坏了，到时候该怎么跟裴先生交代啊？温如飞，你这张嘴真的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秦书雨，竟敢拿何应杯！思年，我好痛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秦书雨，你给我跪下，给黑妹道歉！让我给他下跪，他也配？不跪是吧？我帮你！秦诗雨，算个什么东西啊！落魄的大小姐，没人要的弃妇，你也敢打我，敢抢我的思年，现在还敢冒充裴夫人，我让你嚣张，让你装。秦诗雨，看到我，这就是跟我斗的下场，你永远也赢不了我。思年是我的，裴家的一切也是我的，你只配像现在一样，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样嚣张，这样装。干什么？思年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哥，你来了，我们都等你很久了。我夫人呢？啊，嫂子啊，我也没看见呀，哥。不瞒你说，我们也是刚到。
再说，你这突然订婚，就是我连嫂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即使见了我也不认识呀。裴先生，别着急，嫂子她有可能在楼上化妆间化妆呢。毕竟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女孩子嘛，总要打扮得漂亮一些，光彩亮丽的出场嘛。花点时间是很正常的。我再问你，秦诗雨到底在哪儿？来人，把他推进楼下杂物间，锁好了。宴会结束之前，别让他碍眼。啊，哥，你怎么问起秦诗雨来了？他那种人，上次弄了这么大的笑话，他哪有脸来咱裴家的宴会呀？像他这种的，都应该躲着走。是啊，裴先生，诗雨她没有什么脸面再来了，你也别再惦记她了。今晚是您和我们真正嫂子的好日子呀。先生，楼上卧室、化妆间、休息室都找遍了，没有见到贵人。难道秦诗雨真的就是我哥那个神秘的新嫂子？这条项链是我亲自为我夫人戴的，到现在你还敢说？秦诗雨到底在哪儿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什么声音？哥，你听错了吧？没什么声音啊，可能是外面风吹的。好像是厨房在搬东西。对，厨房在搬东西，有人不小心忙手忙脚的，弄出了声音。是啊，裴先生，今天这种场合人多手杂的，有些声音很正常的。您别太敏感了，我们还是先找嫂子要紧。有可能嫂子临时有什么事情从别的门出去了呢。我在这儿，救救我！哥，你不能去那边，那边都是杂物和工具，脏脏乱乱的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对了，要不我们去别地方找嫂子，或者我去找，我一定给你找到，好不好？救命啊！李晨，李晨。走开！哥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拉开！诗雨，诗雨！哥，我错了。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在我兄弟一场的份上，哥。思念，这些年来我自问待你不薄，把你当亲弟弟一样，给你最好的教育，给你最体面的身份，让你顶着裴家二少的头衔在外边作威作福。可是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一件件、一桩桩，哪一件是人事儿？我看是我错了，赖你婚的事情，私生子始终是私生子。再怎么样，骨子里背着我的心总算少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哥，不是这样的，哥，可以听我解释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我鬼迷心窍。哥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机会？从小到大，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？你又再回过脑子？你一次次触碰我的底线，我一次次包容你。
换来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你今天对诗雨的暴行。李助理，即刻起停掉裴思年所有的银行卡、信用卡、附属卡，收回他在裴氏集团所有的虚职名衔，将他所有由裴家资产购置的房产、车辆全部冻结收回，并且通知所有的合作方以及社交圈，裴思年与裴家从此暂无任何关系。是。哥，我错了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是你弟弟啊，哥。秦时雨这个贱人，他之前对不起我的，他出轨在先，在金龟眼之前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，他是要破戒，就是因为他，我气势气愤，我才够了。裴思年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出轨，不清不楚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的话，就是诽谤。裴玉琛，我秦诗雨做事问心无愧。在订婚宴之前，我和裴思年的关系仅限于家族安排交往，从未有过任何的越矩行为。你若是不信，请可以去调查，我随时配合。今晚原本是我正式向大家介绍我自己，但是过程出现了一些意外插曲。如果我要公布，同样不会行。今天我就会告诉所有人，秦诗雨小姐是我裴玉琛明媒正娶、法律承认的妻子。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我裴家名正言顺的人，她的尊严就是裴家的尊严。今日之事，我不希望在任何场合听到任何颠倒黑白、侮辱我夫人的不实之语。若有人罔顾事实、妄加非议，或者对我夫人做出任何不敬的事情，那便是与我裴玉琛与整个裴家为敌。你的伤口还需要处理一下，是我叫医生过来，还是你想先回房间休息一下？先回房间吧。好。等一下，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！哥也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是用来报复我的，对不对？报复我当时离开订婚宴，对不对？报复裴思年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谁有时间在这里陪着你一起演这么大一场戏？秦诗雨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嫁给我哥哥？你说要嫁给我的，现在跑过来说你嫁给我哥哥，要不要脸？有没有廉耻？哥，你听我说，他骗了，他就是为了报复我，报复我当时选择英飞，没有选择他。他接近你靠近，你是为了羞辱我。他对我心机，心思歹毒，心狠手辣的人，你怎么能娶她呀，哥？对呀，何先生，你可一定要明察呀！我和诗雨，我以前一直把她当做最好的闺蜜，我最了解她了。她根本就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清高，她背地里、私底下最会扮柔弱、装可怜、吸引男人了。之前4年就是这样被她迷惑的，现在她又故技重施，来勾引你，来欺骗你，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！裴思年，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，你配吗？还有你，何一飞，我最好的闺蜜，在我和裴思年有婚约的时候，和他滚上了床，忙着选定婚宴菜单的时候，和他在酒店翻云覆雨，这是我最好的闺蜜。裴思年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和他滚上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过还有我这个未婚妻啊？你知不知道廉耻2个字怎么写？不是这样的，诗雨，你听我解释。那天因为家里他有事情，他很崩溃，我是作为朋友过去安慰他。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啊，你要相信我，你不能因为误会就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呀。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你要相信我呀。诗雨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你别闹了，别任性了，我们回家慢慢说，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和你说清楚的。诗雨，我们回到之前好不好？别碰我，裴思明，安慰到床上去，
那你的安慰方式也太别出心裁了。你说你心里有我，那它是什么？是你爱心泛滥时必不可少的道具，还是你情难自已时无法抗拒的诱惑呀？回到以前，以前是什么样啊？以前是我愚蠢的相信家族的安排，还对你这个人渣抱有一丝的期待，还是我眼瞎，把一条毒蛇当成我最好的闺蜜？你的解释留给你自己听吧，我先脏了我的耳朵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。另外，立刻打电话联系律师，就今晚裴思年对我夫人侮辱、诽谤、人身伤害，以及和英妃助纣为虐、造谣生事，收集证据，准备起诉。我要让他们两个人为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都付出代价。拿下去！ 잔인한 이 현실을 마주한 순간疼吗？我轻点儿。抱歉啊，都怪我来晚了。不怪你，你已经来得很快了。你能来救我已经很好了。毕竟，从我爸妈出车祸之后，公司被伯父们架空宣布破产，我就已经明白，没有人能永远的护着我。我早就已经学会自己坚强了。秦时雨，听我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依靠，裴家就是你的后盾。你可以继续坚强，但是不必再独自一场。从今以后，所有的风风雨雨，我都挡在你前面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独自一个人。 谢谢你，裴雨辰。谢谢你，明知道那天我只是走投无路，只是用长辈们那些没有几个人能知道的婚约道德绑架你，明知道我是在利用你报复裴思念，你却还是愿意娶我。秦时雨，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。 可还是很抱歉，直到秦家出事，伯父伯母的消息传来，我才收到风声，急忙从国外回来。可还是太迟了，让你一个人默默承受了那么多变故，那么多委屈。那个婚约从来不是束缚我的理由，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你。 Don't know how I've been there. Nothing ever changed. Have you ever changed? Don't know how you've been there. 祖父。 我刚刚处理完，他受了点惊吓，需要静养。我明白了。下周家宴，我会带他一起回去。祖父再见。祖父的电话，他说下周的裴家的家宴，让我带你一起回去。 好，爷爷，我带着莹妃来给您请安了。她说一直惦记着您，要亲自来看望。爷爷您好，我是莹妃，一直听思年提起您，说您是最疼爱他的长辈，很早就想来给您请安了，但又怕打扰您，今天终于有机会，看到您精神这么好，
真为您高兴。有心了。爷爷，听闻你喜欢字画，我托了很多人，几经周折才寻得了这幅明代文辉明的山水青图真迹，望您喜欢。是真迹，难得你有如此心意啊！爷爷，思年为了找这幅画费了不少心思呢，去了好几个拍卖会，就为了让您高兴。他说啊，只要您身体健康，心情舒畅，就是他最大的福气。莹飞在一旁也跟着沾光，看您这么高兴，心里暖洋洋的。祖父，爷爷你好，我是诗雨。站住！见到兄长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裴家的规矩，长幼尊卑，都学到哪儿去了？哥，哥，嫂子，思年，要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这孩子越来越不让人省心。喂。我知道了。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公司有点事，我需要紧急处理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好，你去吧。秦诗雨，你以为你攀上裴玉琛就能当上裴家女主人了？别做梦啊！看不到吗？今天老爷子更偏爱思年，这幅画老太爷多喜欢呀！以后啊，这裴家偌大的产业，到底由谁接管，那可不一定。到时候，你以为你能站在这里？何一飞，你成天除了搬弄这些是非，就是挑唆别人斗争，你脑子里还有点别的东西吗？至于裴家谁掌权，是祖父和裴玉琛该管的事儿。至于我，只要一天是裴玉琛法律上的妻子，只要是他们裴家明媒正娶的长媳，按规矩你就得叫我一声嫂子。长嫂如母，以后看见我记得放尊重点，叫嫂子。秦诗雨，你凭什么在我这里摆架子？你不过就是一个走投无路、家破人亡、靠爬男人床上位的贱人，狐狸精，竟敢在我面前装高贵！贱人，你敢打我！秦诗雨，你竟然把它摔碎了！这可是老太爷最钟爱的雨过天青，是当年裴奶奶送给爷爷的定情信物，是爷爷这么多年的心头肉。你就这么把它摔碎了？你真是疯啊！何一飞，明明是你把我推倒，摔到桌子上，茶具才摔碎的。众目睽睽下，你还在这颠倒黑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爷爷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快看，都是诗雨姐，她也不知怎么突然发起了脾气，就把这些茶具都摔碎了。我拦也拦不住，我一直劝她说这是奶奶给您留的念想，是无价之宝，可她却说，他说什么？说这种老掉牙的东西怎么配得上她秦大小姐的身份，摆在这儿都嫌碍眼，然后就一把把它们扫到地上了。
爷爷对不起，我真的在尽力拦他了。秦时雨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套茶具对你奶奶，对我意味着什么？你可能不清楚，但他们是我裴家的旧物，是长辈的遗珍。你纵然不喜，何至于此？难道真如何英飞所说，在我们裴家，就连一件旧物也配不上你秦大小姐的身份了吗？撞到哪里了？严重吗？爷爷，我从未故意摔碎茶具，是何英飞，他在此出言不逊。我也从未说过任何辱骂这套茶具、不尊重裴家、不尊重奶奶的话。是何英飞，他在此出言不逊，甚至故意辱骂我个人。争执间，他推到了我，我撞倒了桌子，才不慎让茶具碎的。这完全是个意外，更是他故意挑衅。我什么时候推你了？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自己犯了错，现在还要赖到我头上。难道这茶具自己长了腿，从桌子上跳下去的不成？爷爷，你看他现在还在狡辩，他就是仗着有人给他撑腰。秦书雨，你又对英飞做了什么？英飞平时胆子这么小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，怎么可能做出推人和破坏爷爷茶具的事情？爷爷，您别听他一面之词，英飞最是善良乖巧，他怎么可能会做？算了，思年，别说了。诗雨姐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脾气有些大罢了。但是像她这样，动不动就动手打人，还把爷爷最珍贵的东西摔坏了，现在又在这里颠倒黑白，哪里像一个裴家的长媳？爷爷，我真心为裴家着想，这样的人真的配进裴家的门，做裴家的长孙媳吗？裴思年，你跟我说她胆小、善良、乖巧，一个在闺蜜的订婚宴上突发重病，成功搅局，第二天登堂入室，挽着人家的未婚夫喊哥哥的人，你跟我说她胆小？一个对我恶语相向、污言秽语、动手推人，事后倒打一耙人，你跟我说她善良乖巧？爷爷，茶具的损坏我深感抱歉，但无论如何，它也是由我相关的争执中摔碎的，我愿意承担任何合理的责任。但是是非曲折不能混淆，何银飞的挑衅、动手，此时此刻的污蔑，我不能接受。至于我配不配做裴家的媳妇儿，这是玉琛的选择，也是我和玉琛之间的事情。爷爷，你要是有任何疑问，可以直接问我，或者玉琛，更不能由一个数次搬弄是非、行为有亏的外人在此指手画脚、妄加评判。秦诗雨，你说谁是外人呢？玉琛，这件事我想听听你怎么说。祖父，事实如何，其实不难分辨。这间客厅中有监控，我刚才已经让管家去调取了。在监控视频调取出来之前，我只说2点：第一，诗雨是我的妻子，她是否配得上裴家，由我来决定。我认定的人，不需要任何外人来质疑资格。第二，茶具无论是由何原因导致，既然诗雨在现场，那诗雨的责任，我愿意替他全部承担。我会尽力寻找能工巧匠，尝试修复。
或者寻找替代之物来弥补祖父的损失。但是，如果有人蓄意污蔑、动手伤人，再污蔑构陷，那我裴玉琛也绝不会姑息，该追究的责任一样都不会少。老爷、少爷，这是监控记录。何应飞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爷爷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监控的角度有问题，都是他齐诗雨，他故意激怒我，他打我骂我，所以我一时气急了才不小心推了他一下。这个茶具真的不是我故意摔坏的，我真的跟我没关系。爷爷，您先别生气，这个监控一定有问题。现在的技术，合成剪辑什么的最容易了，再或者是借位拍摄，看着是迎飞做的，但其实根本就没有碰到。迎飞是向来可小可爱的，他从来不会做出这样恶毒的事情，这一定有误会，爷爷，或者是某人刻意栽赃陷害。对，爷爷，思年说的对，都是他齐诗雨，他故意陷害我，他明知道这套茶具对您来说那么重要，所以他故意谋划这一切，就是为了让您讨厌我，赶我走。好歹毒的心肠，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，爷爷，跟我没关系的。住口！裴思年，我看你是被猪油蒙了心，竟然被这个满嘴谎话、心术不正的女人迷得连脑子都没有了吗？监控是假的，错位拍摄。管家跟了我几十年了，他能拿那假的东西来糊弄我？不错，我是年纪大了，但我的眼睛没瞎，耳朵没聋，我的心更没有老糊涂。还有你，何英飞，我裴家待你不薄，给了你几分薄面，可你竟然登堂入室，搬弄是非，挑衅生事，毁我真物，你还竟敢在这里污蔑我裴家的长孙喜，谁给你的胆子？雨辰，诗雨，今天的事情让你们受委屈了。罢了，看来我过去太纵容了。私生子终究是私生子，根骨不正，难成大器。留在裴家也是祸害，叫他家宅不宁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再是我裴家的子孙，我会让律师来处理，收回你在裴家的所有的家产和股份，断绝一切关系。你好自为之吧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爷爷。
爷爷，你不能这样做呀！我是你的亲孙子啊，爷爷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，爷爷。是他，爷爷，是他这个贱人，是他迷惑我，是他诱惑我，是在我耳边吹风，是他搬弄是非，是他和我说秦时雨的坏话，是他怂恿我和哥哥作对，今天又是他打碎了您爱的茶具。爷爷，我是一时糊涂，被他乱了心智啊，爷爷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求求你原谅我，以后我一定听话，听您的话，听哥哥的话。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，爷爷？裴思年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敢这么说？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？我做小伏低，忍气吞声，在你们裴家看尽脸色。现在倒好，一出事儿，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把我当替死鬼是吗？你在床上说的那些甜言蜜语，那些承诺，都喂狗了吗？你闭嘴！要不是你勾引我，要不是你吹耳边风，我怎么可能和我哥哥还有爷爷离心？你就是祸水，扫把星！裴思年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敢打我？够了！管家，在。把他带走。是。省得他们撒谎，裴家这个净土。哥，我错了，哥，我真的错了，哥。你怎么兄弟一场的份上，求你和爷爷求求情好不好？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哥，你是我亲哥呀，哥。哥，裴思年，别这么叫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马上。你、我，还有你那个早已被父亲遗忘的生母，我们都心知肚明。好啊，好啊，裴琛，你们够狠，够绝情。既然你们无情，那休怪我无义。今日你把我赶出裴家，那我日后定要你付出代价。你们欠我的，还有裴家欠我的，我要一一都讨回来。无情，代价。裴思年，你真以为你在外边做的那些好事儿都不清楚？看看你勾结外部公司，泄露裴氏商业机密，试图掏空公司资产的证据，够不够清晰？你再好好看看，你私自挪用家族信托资金，去伪造账单，去填补你在澳门欠下的巨额赌债的记录，够不够清晰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你和那个李总私下交易的录音，需要我放给你吗？若不是念在你身上还留着一点裴家的血，爷爷对你还尚存着一丝旧情，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儿大放厥词？逐你出裴家，收回资产，已经是爷爷对你最大的恩赐，也是我留给你最后的体面。而现在，体面也没了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与裴家恩断义绝。你所有的账户、资产将即刻冻结，交由裴氏法务部和审计团队接管清算。裴思年，经查实，你涉嫌商业欺诈、职务侵占、挪用巨额资产等多项罪名，证据链断，裴氏集团已经正式报案。现在，警察应该到了。哥，我错了，哥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送我去坐牢，我求求你，哥，求求你。这些话留给去跟法官说。
裴雨辰，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当时在订婚宴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场面那么混乱，你怎么那么快就答应我了？难道真像你后面所说的心甘情愿那么简单吗？不是，比那早多了。7年前在华山晚宴，你穿着一身蓝色礼服，不耐烦地应付着敬酒的人。后来你自己去了露台，还帮一个打扮香槟的服务生解围，你还悄悄给他塞了名片，说是如果需要律师的话就可以找你。你记得？记得呀。那个时候啊，你眼里边有不甘心，也有还没被磨掉的善良。秦家出事，我收到消息之后就立刻回国，赶到宴会厅的时候，刚好看见你站在台上。4年抱着别人离开，全场都在看你的笑话，但你的背挺得笔直，眼神像烧着了的冰，绝望，但不认输。你在可怜我？是选择。我需要的是一个伴侣，不是一个装饰品，一个能够在风暴里站得住，心里有光的人。那天你问我敢不敢娶你的时候，我看到的不是走投无路，而是破釜沉舟的勇气。秦时雨，我选择的是你这个人。我们开始的太仓促了，欠你一个正式的开始。没有婚约，没有家族压力，只有裴玉琛爱秦时雨，想和你共度余生。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？我愿意，我也爱你。曾经以为失去一切，后来才明白，命运拿走一些，是为了让我空出手，接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光。